都來這邊買，非常多人。這個早市超好逛，我已經逛了足足3個小時了。想感受昆明最熱鬧、最地道的人间烟火气吗？今天呢，帶你直奔當地人也愛逛的大關鑽心市場。這裡不只是個菜市場，簡直是雲南美食的天堂。不僅商品琳琅滿目，色彩豐富到超好拍，更是好吃、好逛又好買，不僅有網感的早市。最後啊，一起開箱台灣沒有的稀奇水果，準備好了嗎？小玩家們開吃起來！創世小夫妻，七頭笑嘻嘻，我是雲流。今天呢，來到昆明的早市，它叫做大關鑽心農貿市場。昆明呢，它本身沒有大菜體系，它大部分都是家常便飯或者是街頭小吃。你要體驗昆明的在地日常，來到早市啊，是絕對不能錯過的體驗。我剛才走過來路上啊，哇，發現到非常的有煙火氣，在地的居民開始在這邊採買生活或者是去辦公。這個早市啊，是坐落在一個老舊社區。今天去體驗這個早市，它有什麼特色小吃、菌類、特色水果，有哪些是我們在台灣可能沒有吃到、沒有體驗過的，那就跟我們一起去逛吃啦。來到昆明啊，米線是絕對不能錯過的。我们去吃一間叫辣辣小吃豆花米線，它是豆花加米線的混合體。天哪，人也太多了吧！豆腐花配上米線，這個組合聽起來很有趣。昆明人早餐都吃這個嗎？這家店還藏在2樓獨立空間，我們現在就上去一探究竟。昆明人的早上大部分都會以米線作為一個開始，這個很特別，是米線加上豆花這2個組合，我不知道誰是主誰是副，主可能是豆花，副可能是米線，那有可能是替換。上面加了一些肉末、酸菜以及一些紅油去調味，先嘗一口啦。豆花跟米線蠻搭的，咀嚼的時候不會有異物感，而且是蠻柔順的，可以直接吞下去。那米線不管在昆明怎麼吃都一樣好吃，但是紅油稍微有點點辣，早上吃這麼辣，所以在台灣吃比較清淡的那感覺有一點點相差甚遠。不過這個是一個還不錯的正餐，因為可以吃到米線的 Q， 豆腐的軟嫩，再加上紅油的一些些許的調味。昆明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潮濕的，它會以酸跟辣去調節你身體的一些機能，我還蠻能接受，而且吃鹹吃辣的人不能錯過。有點像是麻婆豆腐加上豆瓣醬那種口感，調味是細膩的、多層次的，這個米線蠻推的。終於來到昆明吃到燒鵝塊了，這個是雲南的傳統小吃，它主要是用米漿這邊去制作的。師傅是用米把它打成薄餅之後，用炭火這邊去燒烤，我會聞到一個炭火的香味。很棒的是，它可以客製化加料，可以加油條、香腸、雞蛋，各式各樣的調料。我以為它牛肉醬只是很單純的醬，但是沒想到是點牛肉的肉塊在裡面的。米餅的口感是軟嫩適中，中間的甜鹹度我也覺得搭配的剛剛好。這個會越吃越刷嘴。其實我剛剛原本很想要加油條加香腸，就變成台灣的飯糰，是不是有點懷念家鄉味？那你先吃看看昆明味，是不是從來沒有吃過的口感？我會擔心像糯米一樣很難下咽，但是不會，好軟 Q 的肉外皮。誰說雲南的鮮花餅只有玫瑰？雪人無意間發現這個青稞口味，來自青藏高原的大自然饋贈。大家猜猜看，它的口味到底有多清爽、多特別呢？因為我們是香格里拉有機青稞，你們那邊有紫薯嗎？有紫薯啊，那就買玫瑰的嘗一下。對，好。玫瑰的要比較有特色一點，玫瑰的是2塊5，不會亂收你價格的，放心。2塊。它玫瑰的內餡也很多哦。那這個比較特別的是，它是用青稞做的雜糧餅。那青稞是在青藏高原及青海這一帶的糧食，他们的大麥，所以非常的特別，跟一般的鮮花餅像月餅的那種酥酥口感不一樣，它有點像是老麵的口感，雜糧的麵包，但是鮮花內餡一樣的好吃，是不同的口感。其實青稞它的外皮會變得像綠色的，那其實吃起來是沒有味道，是有嚼勁的，這個會有飽足感，它的麵包皮非常的扎實，所以這個還蠻用料實在， CP 值很高。沒錯。
姐姐，跟你請教一下，我在找一個奶白酒在哪裡？我覺得陳少松家，你覺得它名氣大不一定好吃，紅河印象那家它也可以的，你可以嘗試一下。好，我感覺比陳少松家還好。好，最喜歡在地人推薦的。我帶你過去，在那裡。好，我再送你過去。好，謝謝。你到時候找不對。姐姐很好，帶我們去找奶白酒哦。好，姐姐，謝謝哦。好，不客氣，就他家了。好，謝謝哦。剛才姐姐介紹我們來到這間在地人推薦奶白酒，一個原味的奶白酒。哇！还有炸件鮮奶，都是奢侈真材實料的東西。好，很期待。試試，然後給攪一下。好，謝謝。完全沒有加任何糖啊，什麼東西。像珍珠奶茶一樣攪它的餡料，這麼濃郁。你的表情好像看到鬼。很好喝。奶白酒它是2種很重要的元素摻雜在一起，第一個甜酒釀，第二個大理牧場的牛奶，喝下去會有3種不同層次。前期你會感覺到一點點的發酵酸，中間的層次它會感覺到酒發酵之後的甜，甜之後啊來了酒的一點點小辣，而且他刚刚沒有加水，沒加其他東西，就在我面前都把大理來的牛奶全部倒進去。你說這杯才44塊，我到現在尾韻都還有一點點酒釀的香。我覺得這邊非常接地氣，中間有一攤就是賣水果、青菜，很多姐姐、叔叔都來這邊買，看非常多人。趕快來看下一攤，這個米皮 Q 彈到不行，裡面啊竟然是清爽的配菜，酷似我們台灣的潤餅。我們來比比看，它跟潤餅到底差在哪裡？35元一袋，很大份，很像我們台灣吃潤餅。外皮說真的，它的厚度已經有點像果條了，但是它是吃涼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 Q 彈度是有的哦，以及它的厚度。那裡面的內餡呢，真的有點像我們潤餅的味道。裡面有一些小肉塊的調味，也不會到非常的鹹，一點點花生、香菜去調味，整體吃起來很清爽。我個人喜歡這個。勝於剛剛前面的米線豆腐多一些，這個味道比較偏清爽，吃起來比較不會有負擔。這款我還蠻喜歡的，因為它很耐吃，冰冰涼涼的餅皮，在天氣熱的時候很適合吃這個。來這個早市購買水果也是一大的特點，來跟我們一起找水果攤商，來買幾個在台灣吃不到的水果。橙已經賣成板丁，已經10塊，板丁是6塊，我們賣的價格你放心。請問一下，這個是要怎麼吃啊？回去自己剝嗎？對，從尖尖這個位置，把皮撕開，它的皮只有指甲可能厚一點點，裡面剝開就是白白的，跟山竹一樣一半一半的。哦，好，吃起來口感是甜脆的。好的，這是什麼？姑娘果。姑娘果，有的地方也叫燈籠果。對，直接現在就可以吃了。它吃起來就是那種真的甜甜的。好吃哎，我來買。農貿市場帶來的感覺，就好像在我家旁邊的菜市場逛街的感覺，有那個熟悉感。而且攤販其實都蠻熱情的，你跟他問東西，他也會跟你說，哪個好吃，然後他是用什麼做的。接下來這個奇妙的組合，大家看，它是豌豆粉加涼皮，黃色跟白色的混搭感，好多在地的居民都來買哎，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在地神奇味道呢？好的，我們點的是雙拼的豌豆粉。什麼是雙拼呢？捲粉加上豌豆粉，捲粉就有點像吃港式腸粉的餅皮，但是更厚更 Q， 它 Q 就真的有，所以我剛才吃下去是有爽感的，加上它有一點點紅油的微辣，上面有一些碎花生，搭配豌豆粉的一些軟嫩感，我這一碗真的蠻特別的，在台灣沒吃過。不過豌豆粉口感上我覺得沒有讓我那麼驚奇，綿綿的，沒有 Q 度，豌豆粉加點辣辣的，夏天吃我覺得它蠻可以避汗的，質地是涼涼的，就吃下去還蠻舒服的。紅油的調味偏辣了一點點，味道非常的厚實濃郁，酸辣，但是不是泰式的酸辣，它是比較偏重慶地區的紅油的辣。
海賊王，我們常常遇到惡魔果實，在昆明他們叫做老虎果，就是這個。那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像海賊王裡面的惡魔果實？下一道小吃是脆皮控，不能錯過，咬下去會有咔哧的一聲，這個外酥內軟的程度簡直是犯規啦！那怎麼突然請你吃一塊？對啊，師傅馬上現切一個，好好吃哦，熱熱的，它那個酥皮超酥的，外酥內軟，裡面 QQ 的，好吃，純粹米的香味還不錯。而外皮吃得到有一点點焦焦的味道。我点的这個是紫米的口味，那外皮有一點點的酥，那裡面是內餡軟軟的一起吃，味道沒有到很明顯。怕吃太甜，可以點原味或是紫米的味道。那你想要吃甜一點的，就點有紅豆內餡的。很適合帶去看電影吃哦。我覺得最厲害的是它的外皮，有沒有看到？有一個撕裂感。外皮是從側面看得到，有點薄脆透光。沾個蜂蜜，拿藍莓醬，或者是拿他們草莓醬去沾這個，應該超爽的。代替麵包的蘸醬去沾其他的東西吃，會更有味道。而且我甚至想說，它可不可以變成鹹食？中間蓬鬆感是可以放的有很多調料的。我們經過這間店的時候，發現超級多在地的居民在排隊，美食雷達馬上就響起了。老闆娘也超熱情，走，我們去探探這個看似平凡、實則美味的饅頭店。3個3塊錢，3個3塊錢，太便宜了吧？3個3塊錢。姐姐一個老麵的。一個老面的，它有分硬的跟軟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一個小米好了。那個小米跟哪個熱的？好，從台灣來的。去台灣？對啊。去台灣來到這裡吃我家山東饅頭還是可以的。就是說，你看我們上雲南，就是說山東的饅頭還是特別好吃。饅頭一個1.5人民幣，折合台幣大概7塊錢。老闆娘她非常熱情的在喊賣，發現到非常多的在地人來這邊買。這個一口吃進去的時候，你不要看它是饅頭沒有味道，其實吃進去有淡淡的奶黃包的味道，但這個是沒有包餡的奶黃包，巨大版本的。不喜歡吃白饅頭，覺得太無聊，可以吃小米饅頭，有淡淡的微甜味，很便宜，很好吃。奶油小饅頭一袋20個，才4塊錢而已，有多少個？哇，20個，超多的。這邊還有一個特色啊，就是木薑子，它被譽為雨林的香料之王，在昆明有很多地方都是用木薑子這邊去做調味的。接下來啊，我們靠近入口處，發現這道牛肉餡餅，誒，雪人面有難色，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？該不會是踩雷的吧？牛肉餡餅吃下去滿嘴都是油，不用擦唇蜜，嘴巴應該就是油油亮亮的。說真的，這個牛肉餡餅外皮有一點油，我原本很期待它是千層酥，脆脆的口感，但是老實說，已經炸的有點過硬了。啊，老闆娘提醒我們小心會爆汁，想說是不是會像上海生鮮包一樣吃一下汁噴出來？結果其實還好，因為下面的餅皮很厚，已經把肉汁都吸收進去了。它的內餡有一點點的花椒味，但是他說有起司香味，其實我是吃不出來的，好吧？所以這間可以 pass， 我們去下一間。他們這邊的鮮花餅都非常的酥，你看它的皮很多千層，它是真的裡面就是茉莉花的醬，那它也吃進去有點
酸酸的，但是茉莉花的香味也蠻香的。我會覺得玫瑰花的香氣還是比較明顯，但茉莉花的香氣比較偏淡一點。它雖然也是現點現做，但是因為這邊客流量沒有很多，所以它的筆放到那邊放到有點涼掉了，口感上還是有差。嘉華的就是你現場買之後可以熱熱的现吃，而且嘉華裡面的玫瑰花的醬也是比較厚，我覺得這個茉莉花的有一點點的飽啦。這個早市超好逛，我已經逛了足足3個小時了，店都蠻集中的，你該吃的基本上這4條街你馬上就可以全部吃齊了。雖然是早市，可是它的整潔度算是還 OK 的。這邊除了生鮮蔬果之外，也有很多熟食。雖然說有人說這邊的價格高了一些，但是對於旅客來說會非常的方便，你可以買水果吃熟食。你看到旅客來這邊時間有限，體驗真正在地的煙火氣，蠻值得推薦的。剛剛在那邊還有一區是賣活海鮮，我看到有大閘蟹，我知道台灣人很多人喜歡吃大閘蟹，大閘蟹在台灣的價格也蠻貴的，很可惜我們飯店的地方沒有辦法煮，真的很可惜。所以如果說大家來這邊想要吃大閘蟹，你記得選一間飯店，或者說你的民宿有廚房，就可以來這邊買。像台灣一隻大閘蟹差不多要300-400塊台幣，不過大家可以參考一下，這邊大閘蟹一隻的價格是台幣78塊。我們把水果買回來了，這3個是在台灣沒有吃過的水果，所以特地買了這3種水果來試試看。第一個是蛇鱉果，虽然蛇鱉果在泰國也有，但是在泰國我們忘記吃了，那沒想到在中国這邊也有發現，想說那就一起來買買看。那我看到蛇鱉果的外形，我想說到底怎麼吃，剛剛順便問一下小姐姐，她跟我說從尖尖的地方這邊剝開，內在並不像它的外表這麼的堅強，真的像蛇皮一樣很薄，然後剝開裡面就像這種白白的果實。其實我覺得這樣以 CP 值來說很划算，因為皮薄餡多。哇，是脆脆的耶，出乎我意料的口感，很脆又酸甜，尾韻一點點的回甘，口感是扎實的脆脆口感。台灣其實也是水果王國，但是能在雲南吃到各種不同的水果，尤其這個蛇皮果蠻驚豔的，一定要點來吃。姑娘果，它又叫做燈籠果，你看它的造型很可愛，外表很像一朵花，包着水果在裡面，它的皮薄薄的，非常的薄。那怎麼吃？非常的簡单，就把外面這層薄薄的皮撕開之後，水果就在裡面了，是不是非常方便？好像大蒜的吃法。是啦，迷你版的柳橙，但是沒有柳橙那麼酸，是甜酸的口感，吃起來非常的清爽。口感其實有點像牛番茄，它的味道再更甜了一點，沒有牛番茄那麼酸，甜酸的。很可愛，是它有儀式感，你要把它剝開之後再吃這個水果，就好像一顆小珍珠燕窩果，吃法就像火龍果一樣，可能要先把它切開之後直接吃裡面的果肉。通常我們吃紅龍果，它是紅色的果肉，不過它這個是白色的果肉。哇，我自己認為它是旗艦版的火龍果，甜度、質感都在火龍果之上。為什麼是高級版？因為果肉本身很香甜，那你有看到裡面的籽？裡面的籽是很大顆，所以你在吃果肉的同時，你可以吃得到水果籽的口感，脆脆的。哇，這個真的很特別，我第一次吃到這麼特別的水果。想要給大家一些旅遊 tips， 我跟軒仁是10點之後才進到這個早市，攤販呢其實都開了7-8成了，很多叔叔阿姨這邊都已經進來採購了，不要太早進來，不然有很多攤販都沒有開。另外裡面也有廁所，如果你今天要解手的話，這邊也不用擔心。我會比較建議是逛外圍這一圈，旅客來這邊吃吃喝喝，我覺得走外圍那幾圈是最好。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